32天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翻过一页日历，但是对一名现任正国级的领导人、中共国家副主席的韩正而言，却是一段异常漫长、异常安静的空白。从11月4号在卡塔尔多哈出席了全球峰会后，韩正的名字影像形成，在中共的官方资讯中就彻底消失了。1个多月的零消息，这在和平时期对一位现任的国家副主席来说正常吗？韩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更巧的是，这段时间北京接连向俄罗斯派出高官，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外交部长王毅、总理李强一个接一个地飞往莫斯科。韩正真的叛逃了吗？与此同时，中纪委书记李希也消失了半个月。这一连串的时间重叠，是巧合还是某种前兆呢？韩正的消失会是另一场刻意掩盖的风暴的起点吗？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唐韵。2025年11月4号，韩正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他是在卡塔尔多哈出席第2届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而且还发言了。这是中共官媒上最后一次出现韩正的名字和画面的日子。从那一天起，韩正就全面地消失在官媒的报道中。这在中共现任的正国级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事件立刻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关注和好奇。32天的空白不只是一张缺席的日历，随着时间的推移，舆论场上出现了多条截然不同的解释：叛逃、重病、被控制。最早在社群平台流传并引发最大讨论度的就是韩正叛逃的版本。这个说法最先是由自媒体账号谢万军中国民主党主席流出来的。核心的叙事是，韩正上个月访问中东多国后，并没有按计划返回中国，而是叛逃到俄罗斯。北京方面则在得知情况后，接连派出多名重量级高官前往莫斯科，向普京交涉，要求放人。面对压力，普京不愿得罪中南海，只好婉转处理，让韩正前往英国寻求庇护。这类叙事的基础主要来自一个敏感的时间重叠，那就是韩正消失的这段时间里，3位位阶极高的中共高官先后出现在莫斯科。首先是总理李强，他在11月中旬赴俄罗斯参加多边会议，这是韩正蒸发后最早现身莫斯科的中央领导。随后是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他的访俄行程是格外引人注意，官媒仅简单的带过出访的消息，返国后却又出现一段罕见的集体晋升，没有后续详情，也没有例行的报道。最后又是外交部长王毅，是在12月初出现在莫斯科。半个月内，3名中共的行政、军事、外交的核心人物连续出现在同一个国家，于是舆论就开始把这些事件串起来，视为是北京集体赴俄罗斯要人的线索。这种推理方式虽然带有强烈的叙事色彩，但是在社群环境中非常容易被接受与扩散。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着难以自洽的问题，原因是正身处俄乌战争泥潭的普京，此刻高度依赖中共的支援，因此普京犯不着为韩正得罪中共，而且韩正再傻也不会逃到俄罗斯去，因为普京一定会出卖他。而且普京因为俄乌战争几乎得罪了整个欧洲，因此不太可能和英国还有着良好的沟通。另外，韩正作为上海帮出身的低调人物，20大后转任副主席本就没有什么实权，叛逃动机也很薄弱。历史上中共高官叛逃多是投向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几乎没有去俄罗斯的先例。这些质疑让叛逃说在 X 平台上开始被反驳，尽管热度不减，但讨论已从事实确认转向了故事娱乐。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对每个人都很重要的消息。我们大时局为大家提供了
非常棒的优惠产品，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到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成分是90%深海的野生红海参，还有10%韩国名贵的红参，还有纯天然的蓝莓原叶。做成的产品有果冻的口感，完全没有腥味儿，小孩大人都喜欢吃，特别适合圣诞新年送家人和朋友。从效果上，它真的能够帮助细胞修复，降低发炎，提升免疫力。年轻人如果熬夜后吃上一条，皮肤不容易爆痘。还有一位朋友，他经常口腔溃疡，试吃了这个红海参修复凝胶后，修复得很快，第2天就差不多好了。这都是小炎症。还有些用户反馈，吃了之后痛风发作的频率明显下降了，血糖恢复正常了，失眠减轻了等等。有位姓宋的大姐自己吃了觉得很好，就成了铁杆的回头客。我们建议大家趁我们现在还有货，赶快下单，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我的朋友怕断货，一次干脆就囤10盒。建议大家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就可以享受85折优惠。中国大陆2盒起卖，4盒包邮，购满$70美国本土包邮，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独立时评人蔡胜坤认为，关于韩正叛逃的传闻那是无稽之谈。据他得到的消息，韩正不露面真正的原因可能是身体出问题了，而且情况还很严重，否则韩正本人就应该出面辟谣。他进一步提出，现任高官身体出问题绝非孤立，即使是中共高官拥有超前的医疗保健水平，也难以救治身患绝症的人。他以韩正的老领导前政治局常委黄菊为例，黄菊在政治局常委任上得病后，请了国内外顶流的医疗专家，包括一些院士会诊，都救不了他，69岁时就走了。言下之意呢，韩正能不能躲过重病这一劫，目前还是未知数。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先生也认为，韩正并无实权，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本来公开活动就不多，就是象征性的出席一下外事场合，而且他和习近平也没有公开的冲突，因此落马和叛逃的可能性极低。当前中国病毒流行严重，不排除韩正正生病，甚至是患重病的可能。这一叙事来自部分中文自媒体与舆论圈的联结推测，特别是在中纪委书记李希和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消失半个月后，持不同观点的人认为，韩正是典型的上海人，精明务实，20大后退下来做国家副主席，早已经被排除在习近平的核心圈外，而且根据他的性格，也不会主动地倒向胡温。胡温要拉拢韩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对付韩正则完全没有必要。根据路透社报道，从11月份以来，中共在东亚海域突然出现大规模的军力集结，包括部署了大量的海军、军舰、海警、舰艇，高峰数量一度超过100艘，目前仍有约90艘在区域内活动。中共船只集结范围从黄海南部经过东海、南海，延伸到太平洋海域，呈现出罕见的海上集群画面，创下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展示。这些海警船与军舰的动作，似乎预示着中共似乎正在为某种规模更大的对外军事行动做前期准备。虽然中共官方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但其时间点恰好与韩正消失时段是高度重叠。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舆论开始重新检视韩正的消失是否被放置在一场更危险的布局当中。韩正并非唯一一位在这段时间突然消失的高层，如果把他蒸发的32天放在更大的时间框架里，就会发现中共政坛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密度极高的无预警缺席。就在今年11月28日，
中共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会议，还有集体学习。官媒画面显示，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李希与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同时缺席。其中，马兴瑞在卸任新疆书记后，关于他落马的传闻不断。李希自从11月20日出席纪念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后，就再没有露面，至今已经有半个月了。时事评论员李彦明表示，李希异常缺席11月28日的政治局集体学习，第一种可能是身体健康原因，第二种可能是因为办案而缺席，第三种可能是李希自身处境或许已经高危。在李希隐身期间，中纪委11月30日上午通报了新疆党委委员、政府常务副主席陈伟俊被查。李彦明认为，李希有可能是隐身办理陈伟俊乃至马兴瑞的案件。官方通报中共高官缺席重要场合的原因情况较少，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是罕见的一例。赵乐际今年3月11日突然缺席人大会议闭幕式，官方称他因为呼吸道感染请假，引发了各种猜测。隔日，赵乐际在党媒上露面，疑似是有意辟谣。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今年11月8日陪同习近平到广东梅州考察后，没有和习一起参加第二天在广州的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之后，习近平会见西班牙国王和泰国国王后，蔡奇都缺席。11月17日、18日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会议，作为依法治国委副主任的蔡奇也没有露面。但11月20日，蔡奇露面了，出席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会议以及纪念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此前隐身原因不明。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国流感等大流行，新冠病毒也一直存在。中共多名正国级高官都有过长时间的隐身经历，包括习近平。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的身体出问题了。中共当局历来都把领导人的健康视为政治秘密，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们没有病，甚至因为作恶太多，可能会得了不治之症，甚至会突然暴毙，并且带给政局稳定以巨大的冲击。毕竟人算不如天算。在11月28日政治局会议还有集体学习中，和李希同时消失的还有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现场画面在官媒播出后引起了大量讨论。马兴瑞卸任新疆书记后，舆论场上多个消息源都表示，他的妻子、儿子甚至司机都已经被抓走了的消息。大多观察人士认为，马兴瑞的失踪恐怕是凶多吉少了。今年下半年以来，高层缺席潮变得频繁。从7月起，中共高层会议和公开活动的空座位数都明显增加。例如，四中全会出席率仅82%，是20届以来的最低。中央委员缺席18%，候选委员14%，军方中央委员缺席率更高达63%。中共对此没有任何解释，当然也没有提供后续健康或工作动态的补充资讯。在过往的政治节奏中，同层级官员如此密集的缺席公开活动并不常见。韩正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再次出现在官媒镜头里呢？是带着拐杖、面容苍白的辟谣，还是西装笔挺、笑容满面地出现在某个国际机场，又或者他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呢？12月还剩下20多天，政治局的座位还会不会再出现新的空缺？中纪委的通报还会不会再冒出新的名字？下一个消失的又会是谁？故事还在继续，真正的答案也许就藏在接下来的官媒通稿、领导人合影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